我喜欢《奇葩说》，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听到很多我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的事情。当高晓松说了“我告诉你友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都会耳目一新，就是我会高兴。我喜欢别人告诉我，我不太确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友情啊。你如果问我说，我有没有预想过有一天我的闺蜜当中会有一号像小 S 这样的人物？我没有想到过，我到现在都觉得奇特。我是边走边发现说啊，你是我闺蜜啊，然后我就知道说哦，那好吧，就这样吧。所以我的无知只能够告诉我，我活到哪一步，我就是靠着我自己的体验去体会这件事情，而且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陪着我们肉松队的这些辩友们来迎接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知道我连“撕”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我只听懂2个字，就是陪她。那你知道 S 为什么把我当成是闺蜜？因为她非常知道我是一个个性冷淡的人。S 每次在康熙里面都直接讲说：“你这个人这么冷漠，谁敢惹你啊？”就她敢，所以她每次惹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很绝望。我就想到，全世界有一个人敢不接小 S 的电话，那就是我。我为什么不接？是因为我知道我接起来，我的事情就完不了了。我一旦接起来，他说什么我都得做。所以我是抱着恐惧不接，不是抱着马薇薇的傲慢不接的。我知道这个人吃定我，所以我也不会麻烦我自己去想说，哎，你要去啊，你不去啊，你别去吧，我替你去吧啊。就是高晓松这么有定见的人会这样做，可是我就是一个没定见的人。我作为闺蜜，我就是陪，因为他找我陪一定有原因，那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如此而已。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知道我对于闺蜜的事情无法置身事外。去见小三是命案现场，我得去探看一下。如果我在当时不在场，我事后提供的意见都不到位，所以最好是命案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探勘状况，然后知道凶手是谁，尸体长得怎么样，然后慢慢的引导他走出高晓松所说的这个伤害。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不去，他非需要我不可，那我就去。去了之后造成伤害也好，我拦不住也好，然后他没有面子也好，再处理。人生很狼狈，我们就陪着一起面对这个狼狈，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呢是从小就希望能够跟公主好好的相处，可是后来自己差点变成公主的一员。蔡康永，我是从上学的时候跟许晴同级，就想要那个如何如何，但是也只能跟许晴如何如何。告诉我，你把这2个如何如何都解释一下。第一个如何如何是我想要跟许晴共同成长。第二个如何如何是我果然和许晴共同。但问题是你也不看看，你看看人家长成什么样，再看看您长成什么样。只要是共同成长，长成啥样都行。对，我就是那个，其实特别也想要2个酒窝，结果最后剩2道褶子的。嘛。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依然有幸把女神许晴留在《奇葩说》现场，谢谢。许晴，你是喜欢帅哥吗？说真话嘛？当然，真的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就是这个不决定我喜欢不喜欢。但是为什么你看着他们的时候，就那种深情的目光，那个眼睛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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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我看你不深情吗？你这个叫无差别心，这是一种佛祖的眼光。对，这叫悲悯。你都长成这样了。不是，是因为他们找了一些照片，我们看一看哈。你看，杀死人的那种眼神。乐的都开了花了。对，你看啊，是属于盯着你的脸看的那种眼神。这就是一个普度众生的眼神。眼袋怎么又？好，这个 P 一下。所以其实你是交流当中会盯着对方去看，
然后去发现对方美的那种眼神。我这么说，心里舒服一点。我没有舒服与不舒服，怎么说都 OK。就是谁说话我就会认真的看着他，然后眼睛里的反应、瞳孔的大小，都是他在说什么，我在反应。你瞳孔大小还能根据声。让你不让他是会的，因为他这样盯着，滚！别放大，我们问一个话题哈，其实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总导演叫李楠楠的真实的故事，就是他有一次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这个裙子啊别在了内裤里面，而不自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康永哥，如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那就帮他把裙子撩起来盖住他的头就好了。就李楠楠嘛，怕人家认出来，对吧？那裙子拿起来盖住头，人家就不知道，哎，这是谁呀？啊，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谁，我在后面丢脸。李楠楠嘛，这个。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小时候发生过，就是老师在上课，然后呢？就特别不修边幅，教课教的特别好，但是他露出的那个东西，我至今也没有想不到他为什么会。他露出的东西。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啊？女老师露出什么？能露出什么？他露出来了不应该露的东西。内衣，对，内衣，对，内衣。那时候小嘛，特别想告诉他，哎呀，老师，因为他还在黑板上写，但是我没有，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就告诉他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如果要刚刚你问我遇到那个，我一定会马上，我对不起，我一定就给他拉出来，不是，哎，3一句不就拉出来吗？对对。万一失手，全给带。我遇到过，我小时候人都骑自行车嘛，他骑自行车通常应该把裙子这样拿过去，在那座上折过去，然后挡着后腿嘛。当然也有极少数不修边幅的裙子整个罩着后座也有，但是他正好介于这俩之间，把裙子坐屁股底下了。然后这个那会儿你想也没人有什么什么这那的，我就失去了意识。因为我在他后面骑，我意识恢复的时候，已经都到天津洋坊。是一个好的回忆吗？很幸福。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大概会就拿手机过去给那女孩看，说：“小姐，你应该用一用有范儿，可以找一条和裙子更搭配的内裤。”所以。穿衣用有范儿，争取不那么二。谢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同时谢谢扛饿不扛饿都没关系的国际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伊利，谢谢。好，我们又开始一场严肃的辩论节目，让我们看看题目。是啊，聚精会神的在这看啥成人网站呢？你说这世道怎么那么乱呢？咋的了？打开就是小三圆梦网。你看这网站干啥呀？你要圆梦去啊？我呸！我一划了就是反小三联盟。你就别琢磨小三儿的事儿了，你连男朋友都没有，还想要小三儿，你也配？你说你谁呀？喂？啊？咦？好。你要咬人呢？你跟谁唱 rap 呢？唱什么 rap 呀？你赶紧的，你给我找点那个鸡毛掸子、那个马桶揣子、拖布、条子、拔布，你都给我找出来。这是接着家政的活了是吧？接什么家政的活呀？咱俩最好那个姐妹儿佩佩啊，她老公出轨了，嚯，搁家哭呢，这还得了？让咱俩现在就抄着家伙抓小三儿，这是要命的事儿啊！你说这样的时候，咱们能袖手旁观吗？当然不能了。对呀，气死我了！走啊！咱俩去干啥去呀？你也不能打人。你说你拿这东西真给人干家政去啊？干什么家政啊？我今天我得干他，我干家政。人老公见着我在干我，那不得不偿失吗？1米40多大个，啪啪给我2巴掌，我不得废了吗？那
那是小三儿，那谁老公？你怕他俩？我不是怕他，我不是说这事儿吗？咱最好还是从长计议。从多长记忆啊？你有记忆吗？在你的感情遭遇不测的时候，是谁替你挺身而出的？是谁？谁？你说的对，今天我为朋友，我就两肋插刀了。就是，走，走啊！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你说的对，你让阿姨呀把广场舞大妈你都给我叫来，咱们人多力量大，好好教一教那个狐狸精。喂，妈，我要去，不让我去啊？好嘞，我妈不让我去。你刚才电话打通了吗？不是，我跟你说这个道理啊，既然他俩情感的这个小砂锅已经破裂了，那就不如让他打破砂锅破到底，完事儿再换新的呗。那人家佩佩能咽下这口气儿吗？就算他能咽下，我都咽不下这口气儿。你俩早老奔着咽气儿去呢，气儿不就完了吗？你能不能阳光一点，好好活下去？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我现在就问你一句，你去还是不去？你再容我想想。你不去是不是？我自己去。那你走吧。我走了。你走吧。走吧。咋不走了呢？我给我妈也交代一下后事。哎呦我的天！朋友们，你们说，闺蜜要去撕小三儿，约我一起。我到底该去还是不该去呀？哎，愁死我！你们自己看到这一题的时候，第一印象是去还是不去？不去。但是这是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问题，关乎到我们每个女孩子，因为男孩子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喵哥那天在群里说的那个点多么的好，对吗？你不要找那些问题呀，那逻辑好奇怪的。肯定不是我，肯定不是我。我去，对不对？对不对？其实我就很害怕对方给我上价值，上价值我不怕，拼逻辑的话，我觉得这种感情题嘛，感情世界里哪有逻辑可言？建彪，你觉得你到现在没有女朋友这件事情合乎逻辑吗？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就用海飞丝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来吧，我们看看题目啊。闺蜜去撕小三儿，约我一起，我要不要去？正方是去，反方是不去。女神，你去吗？如果是好小三，我会劝闺蜜放开她老公；如果是坏小三，那我会去跟闺蜜找她的老公，不会找小三。好小三儿和坏小三儿的区别是什么呢？那我第一次接触小三是我拍《来来往往》演的灵珠，我认为我演了一个理直气壮的小三，因为吕丽萍和濮存昕那个角色，他们两个已经爱情已死，感情已没。那么濮存昕也是不是偷情跟我那个角色，而是跟太太在讨论我们离婚，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认为这是好小三。还有话匣子。对，老炮，他有情又有义。那我们反看他的历史，是不是他曾经也是六爷的小三呢？最后他跟六爷坚守在一起，因为他是有情有义的好女人。我认为，如果他是曾经过小三，我也会尊重他。因为我特别不在意婚姻那张纸，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小朋友也别受影响。就是我真的认为那张纸就能够确定他们两个永远相爱吗？没有那张纸，两个就不能白头偕老吗？所以我不认为那张纸来判断他是小三和不小三。我特别喜欢你这个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就叫做没主意，就是这刚好是这个辩论的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辩论，看看最后谁能够影响到今日女神啊！来吧，观众，红键是去，蓝键是不去，开始。第二赛段针锋相对，不行就退。本赛段共6场比赛，每场双方各派3名奇葩出战，进行3回合1v1较量。每回合以上一回合截止票数为起始票，胜负由跑票数决定，胜者有奖。整场比赛结束，总跑票数最多的一方获胜，胜方有大奖。败方将有1名奇葩被观众投票退下，做永远的2排议员。6场比赛中，导师握有1张免死金牌，可以在必要时救回1名队员。3、2、1，
63个人不去，37个人去。田忌赛马又开始了，3、2、1，亮题板。这边是董静对王岩云，然后李林对范甜甜，然后胡建彪对周晨。王岩云先开始。好。我这2天在网上我看了大量的打小三的视频啊，我发现那里面的女性啊，鲜少有看上去好看，或者是说更严肃一点说，是看上去有一点点尊严的。撕小三是一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经常没事在家里想啊，要是我老公有了第3者，我会怎么办？如果我也决定要去撕那个小三，你们说我到底是化妆去呢，还是不化妆去呢？如果我化妆去，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我比你漂亮，我比你优秀，但是我老公还是跟你走了。但是如果我化妆表达的是尊重，但是我为什么要考虑去撕小三的时候化不化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是打内心里想去撕啊。即使我知道出轨这个事情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即使我知道伤害我这件事情上面是我老公是主谋，但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啊。因为如果我要是承认这一点，我就得先承认我当初选这个人的时候我瞎。那为了不要承认这个结果，为了证明我不瞎，我也要去打小三呐。就是他，都是那个狐狸精。要不是你勾引我老公，我老公怎么可能不要我呢？我那么优秀，对不对？那如果我一旦陷入这个逻辑，会发生什么？大家想一想，我撕完了第1个小三，我就要去撕第2个小三；我撕完了第2个小三，我就得去撕第3个小三。第2个小三有一个外号叫小四。然后我撕完了所有既定的、已知的小三，我还得去撕所有潜在的、未知的小三。那大家意识到没有？这个事情是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我不是愚公哎，我为什么要去移山呢？我又不是精卫，我干嘛要去填海啊？我凭什么活得这么悲壮啊？那朋友是什么？朋友是保护者呀。朋友是在做明知道我要去做一件大家都知道的蠢事，而且不好看的事情的时候，去搭我一把那个人呢。当我情绪失控，我想要打架的时候，他是应该把我拉住的那个人，而不是陪我满地打滚的那个人呢。因为朋友是什么？朋友不只是这一时一刻哎，他是一辈子要陪伴我们成长的人。我们只有2个人都努力去成为一个更好、更理智的人，去保护对方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维护这一段友谊。我说完了，谢谢大家。谢谢燕云。对面是谁？你请。其实刚刚燕云通篇在论述的东西和我们今天的辩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在论证什么呢？论证我们该不该去撕小三，这个要由我的闺蜜去判定。当她决定她要去撕的时候，我要不要陪她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好朋友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你这个学期没怎么上课，到了月底你要考试，你要作弊，你的好朋友会劝你说不要啦，你做什么弊呀，有悖道德，你和我一起认真去考试，然后你挂科了，你真的认为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吗？好朋友是那个你说我没复习，我要作弊，好朋友说好，我知道楼下那个打印店缩印只要5毛钱，对，这才是好朋友的概念。其实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场上的各位，有多少人真的去撕过小三？又有多少人真的陪着闺蜜去撕过小三？所以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撕小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的一个朋友啊，是一档情感纪实类节目的编导。今天我筛选了这个节目曾经小三题材使用的最为频繁的一个年度，作为一个样板，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在这一年当中呢，这档节目总共播出了365期，其中有200期都是小三题材。令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有183例的正房压根儿就没有叫自己的朋友一起去撕小三儿。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撕小三这个事儿是个私事儿，而且是一个有一点丑的私事儿，所以正房在这个时候会选择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会带着自己的哥哥、弟弟、表姐，甚至大姨妈去到撕小三的现场。大姨妈是人类吗？还是人类的那个大姨妈？不是装桶子里的。带着自己那个亲戚界的大姨妈，去到了撕小三的现场。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标题。当他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选择了带你去，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对我的闺蜜来说，我对她是近乎于血脉亲情的一个存在啊。她遭遇了情感上最极致的背叛，她不自觉地将身边的人划分3、6、9等。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依然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获得了她这一份最极致的信任。带着我去，对她来说，甚至比带着她大哥和她大姨妈都让她放心。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去辜负这一份信任，去拒绝她，所以我要去。我们再来看这为数不多的17例正房带着朋友去撕小三的案例。和我想象中正房和闺蜜在现场文撕武撕不亦乐乎的激烈场面不同的是，这些朋友在现场往往啥都没干，沦为了人肉背景。这个时候我在想，当我的闺蜜叫我和她一起去撕小三的时候，她究竟希望我干点什么呢？她可能希望我啥也别干，就是陪着她。当初她约我和她一起去上厕所的时候，上厕所本身也是她完成的嘛。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异，但我站在门外陪着她呀。同样，当她和小三据理力争的时候，她能感受到她的背部有一双灼热的目光在给她支撑，这个目光来自于我。当她被这对狗男女气到浑身发抖的时候，她的肩上有一双大手在给她力量，这只大手仍然来自于我。在这1年的节目中，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个例，就是市民王先生的遭遇。王先生这辈子到底遭遇了多少事情？他还活着吗？哎呀，你们不要破我的梗。王先生，王先生，市民王先生啊，意外得知自己的妻子和一名张姓男子有染，愤怒之下，王先生就冲到了张姓男子的家中。没想到张姓男子不仅不以介入他人婚姻为耻，反以为荣，说出了小三界最容易激怒正房界的一句金句。他说：“王哥啊，这个事儿是我对不起你，但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才是真爱啊。”哦，王先生这话一听，那还得了，一把就操起了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拿在手里的时候，王先生还是有犹豫的，晃啊晃啊，看这个张姓男子越看越生气，一刀捅向了对方的肝脏，直接肝出血。张姓男子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而王先生由于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时候我在想，在王先生去见小三的这个现场，如果他的朋友也在的话，这一幕会不会发生？肯定不会，因为对于王先生的朋友来说，这个小三可不可恶不是最重要的，王先生本人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小三它是一个法律之外道德以内的产物，去和小三见面本身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言语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而当一方情绪失控的时候，肢体冲突就可能会上升为一个刑事案件。在现场帮我的朋友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我在现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我的闺蜜因为失手伤人被罚款3000，和我的闺蜜因为失手伤人被判刑3年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当我的闺蜜非常失控挥舞起她的拳头时，我要比她还激动地冲上去一把拽开小三，因为这一拳打下去了，哪怕只打掉了1颗门牙，这也算是轻伤，我的闺蜜要面临拘留。当我的闺蜜和小三互相撕扯着对方的头发时，我要比我的闺蜜还紧张，我要冲上去把她们拽开，因为那边是墙壁，这边是空地。如果我的闺蜜把她的头梆撞上了墙壁，这就是人命，不值得。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仅可能会伤人，更有可能会伤己。我要小心我的闺蜜别割了对方的腕，我更要阻止我的闺蜜割了自己的腕。我要阻止我的闺蜜把硫酸泼向这对狗男女，我更要小心我的闺蜜羞愤难当，当场干了这杯硫酸。当我的闺蜜下次去带着海飞丝，对，我带上海飞丝临场换下来。当我的闺蜜身处在见小三的现场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容易失控的冒险的现场，但她决定要去嘛，那我一定要陪着她，因为我不愿意我的闺蜜孤身犯险，我更不愿意我的友情鞭长莫及。闺蜜撕小三，约我一起去，一定要去，谢谢大家。王彦云、齐溪，你去了之后，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就能够一定能够拉得住对方呢？我承认你说去了之后不一定能拉得住，但如果我不去，我就一定拉不住。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让她去呢？因为这个时候我的闺蜜已经决定了要去撕小三，至于她为什么要去干什么，待会儿我方的其他辩友会给大家解释清楚。我只说，作为我是一个朋友来说，我一定要尽到自己陪伴的责任，这是我作为闺蜜应该做的。但是你去陪伴了她，是不是她就会觉得，如果你陪我去撕小三，我本来觉得，哎，我去了之后还心里有点打鼓的，但是因为你陪我去了，我觉得我有个好朋友在旁边，比如说。哎，我相信他肯定会护着我的，我就打他，我就打他。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闺蜜约你去撕小三，你不去，你的闺蜜就不去了吗？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当你的闺蜜约了她第一信任的人去撕小三，被她拒绝的时候，她就会约第二信任的人，而第二信任人靠谱程度直线下降啊。所以为了保障，你的闺蜜，所以为了保障你的闺蜜在现场有一个100%靠谱的人在旁边，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答应她，别让她误入歧途。好，我问完了，谢谢。哇。董小姐挣回了41票，好，所以董小姐这个 PK 获胜。然后下面是李林啊。我们想一想，刚才我董静妹妹一个新闻社会调查记者说的情况是多么的理想。你去找你第一信任的闺蜜去撕小三儿，你闺蜜说什么呢？去呀，收拾早上，等什么呢？我陪着你，走起！一帮人就走起了，他严莹，他马莹，他孙莹，走着！哎，我告诉你，打完我帮你看着，要过分的时候，我一把我就拉住你，你知道吗？来，哎，上，对，挠牙，你听的，对嘞，哎，挠牙头发，哎，没错，会，等什么呢？哎，我别动刀，别动刀，哎。经常事实生活中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打人无好手，骂人无好口，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你这是在借给他胆呐，你这是挑唆呀！你要是真朋友，他要是去，你就防患于未然；你不去，你也不能让他去呀！一把抱住大腿，亲爱的，求你了，咱呐，别去啊！咱们再来说我的这个立论啊，我是个出家人嘛，我妈连正房都没有，哪来的小三儿嘛？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冯梦龙写的3言2拍，伯娘子永镇雷峰塔呀。在钱塘县，有一个俊俏的书生，长得模样超过花溪不让厮打，多么又狗狗又丢丢，对不对？哎，你想想那天有个叫法海的老和尚来化缘，正走着呢，小模样长挺俊俏啊，我跟他聊会儿去。哎呀，这位小伙子啊，不是施主，挺有慧根呐。哎呀，要不要一起去庙里玩耍呀？当时许仙就吓傻了，干什么玩意儿啊？伦家是有太太的，你太太谁呀？白素贞，妈呀！你不说她还好点儿，你一说她出事了呀？她是条峨眉山上修炼1000年的大肠啊，虫啊！你想想，你是不是跟她在一块睡觉的时候从来都不热呀？可凉爽可凉爽啊！于谦是个医生，是个科学家，能信你那个吗？伦家才不信呢。没事有困难问度娘来。百度一下，白素贞女，蛇类，巨蟒，害不害怕？许仙一看这事儿可虾米了，老师傅不要着急，我跟你走，对，随我来庙里抻慧根呐。白素贞也不是吃素，在家等啊，妈的，倒霉爷们儿还不回来，7回饭了，干嘛去呢？我掐指算一下吧，哎呦妈呀，坏了，让老头拐着走了。掰弯溜啊，这可怎么整啊？弯的疯了呀！哎呀，压米了呀！小青，小青是丫鬟闺蜜啊，怎么着？姐姐又出什么事儿了？一天扎我扎8回呀！自己算，你姐夫怎么了？不爱算，费功立着呢。你看，哟妈呀，掰弯了呀！死小三儿老出鱼还姐，你说怎么办呀？削他呀！弄死他呀！打的呀，做梦都拄拐啊！啊，我打不出他屎来，我算他夹的紧呐！啊！
但是等会儿，2只大蟒，你打得过一老和尚吗？小青一拍腿，造的就是他呀！咱有闺蜜呀，是不是？我上西海龙王那儿借兵去啊，海蛎子精、海蛏子精、海带精、海蜇精，要不要外援？还有澳洲大龙虾精，淹死他呀！好，一干人马驾祥云来到了金山寺啊，就开打了。故事结局大家都知道，很悲惨嘛。法海也没赢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我刚才叙述的这么热闹，但是你想想，这场战斗中谁获益了？白娘子获益了吗？没有嘛。法海获益了吗？没有嘛。白娘子因为法力失控，镇江城10万生灵涂炭啊，还殃及池鱼啊。但是谁获利了？刚才哈哈笑的你们和现在嘣嘣说的我获利了呀。为什么？用小松老师的话说，这玩意儿还没版权，你说这可怎么弄啊？通过这个荒诞的故事，我重新解构的故事，说明以下几点：如果你去帮助死小三儿了，打出那一拳，想使3%的劲儿，但很有可能是30%的劲儿，一下能把人致命。牢狱之灾，亲者痛而仇者快，你愿意看到吗？你不愿意看到。第二，你做的这些所有事情都是不理智的事情。当你的朋友冷静下来，他一定会问你，当初你为什么不拦我一把？第三，2败俱伤，个人的事情个人解决，别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的现眼。谢谢各位。刚才正方领先41票，你现在反方领先33票，真是 wonderful。好，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辩这题啊，因为其实我一直没有辩过友情这个题目。在奇葩说的舞台上讲了这么多关于爱情的故事，讲了这么多爸爸妈妈有多爱我的故事，我是爸宝，全世界都知道。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有多么的幸运。我要讲一讲我的友情的故事。我特别幸运，生在1980年，80年代独生子女，我没有兄弟姐妹。隔壁邻居跟我一样，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我也有点小小的变态，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忙，就一直在外面，然后我总是一个人跟自己玩，玩着就觉得有点变态。都玩什么？可是我认识了一个人，他见证了我所有的人生节点和故事节点。这个人叫露露姐，为什么我把她名字说出来？不是杜撰的，不是市民王先生，不是小青法海，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比我大1岁，是我的同学。露露姐在我人生这20几年，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数度放弃自己好多次。大家听过之前的故事，在北京的时候，迎着风沙，喝着酒，活不下去了，我不想当家庭妇女。一通电话，她只有一个字：回来吧，回来重新开始。你至少还有我，我就回了上海。我拉不下脸去当前台，拉不下脸去帮人家推门，拉不下脸去接待那些曾经跟我一起的同事们，风光的各位。他跟我讲，做人干嘛跟钱过不去？发你钱的人是谁？这个世界上笑贫不笑娼，饭甜甜去干。虽然话糙，但是我干了，我活下来了。慢慢走到了这个高管的路上，有一天跟他说我要辞职出去当明星，是个人都会笑我吧，是个人都会说你疯了吧，你30几岁胖成这个鬼样子，你还当什么狗屁明星？你做你的成就大梦去。照你们这样讲法，一个最好的朋友应该劝我走最好的路，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待着。但是他跟我讲，去吧甜甜，你今天就辞职。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太多次奇迹在你身上发生了，我相信一定会再发生一次的。我听了他这句话，我辞职了。在我的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当中，他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你们不要跟我讲打小三，男人有多坏，这个人都知道，是人都知道，这是个普世概念。可是今天问的是什么？我的闺蜜发生了问题之后，我要不要陪她去，而不是她要不要去？她已经决定要去了呀。什么叫朋友？什么叫情和义？值千金。上刀山下火海又何妨？今天他还好没有出事，我非常高兴。我祈求上天不要让他碰到这样的情况。当我身边一个在我的人生节点每一分每秒都陪伴着我，在我人生的低谷的时候，
塞给我偷偷2万块钱，让我自尊心能下得来。这位朋友，他如果发生了别人来找他，他想去跟别人谈一谈的时候，我是去还是不去？我能不去吗？我不去，我还是人吗？情和义是2件什么事情？情很蠢，我们就会爱上各种各样跟自己完全不太搭界的人；义很傻，我们把义字拆开来看是什么字？我为羔羊，这就是义气。说到义气，我特别瞧不起你们这些男人。我们今年我这个高龄啊，35、6岁了。你说一个35、6岁的男人今天打个电话说我们后面野湖查价，有几个人回来？但是我好好跟你们说，今天我的好朋友露露姐，但凡只要发生事情，半夜凌晨3点跟我说，我发现我老公可能外面有人。我说慢着，你先别动，等我来了再去，因为我舍不得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什么叫拉得住？我一定拉得住，因为不会让他伤害自己的。大家好好想想，若干年以后，我也老了，我的朋友露露姐也老了，我们戴着绒线帽在弄堂口嗑着瓜子儿话当年，多开心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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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是事儿了，是不是？但是最美好的部分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的故事里有我，我的故事里也有他。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活在对方的故事里边儿，这他妈才是最美好的部分。男人走了一波又一波，老公离了分了，随便 whatever。可是我想说的就是，Man always gone, but the girl still here。请大家珍惜。好。我能说2句？对，当然了，你现在我不想奇袭啊，我只想说，甜甜姐，作为晚辈也好，作为你的一位兄弟也好，我很敬佩你。我是个演员，马东老师老说我是个开玩笑说我是个出家人，我没有逻辑去奇袭任何一个情感的点。但是我说书唱戏，4个月以前，我听到了裴艳玲先生《响九霄》里头几句反2黄的唱段，请迷弟老师把音乐降下，我清唱几句。无有那丝竹伴，无有那锣鼓敲，无有那铁云鬓。那无有那群围绕。对不起，我唱不下去了，不行，对不起。我简单说几句这个故事是什么，2句话说清楚。一个朋友去为响九霄打掩护，命丧当场。响九霄最后说：“如再有一次。”我定不冒险让朋友以身涉险，我不愿生死相隔之时再明何为情何为义，有义在而命无，又有何意呀？贤妹哟，这是人间真情。我只希望大家为我们的朋友做更理智的选择，但我不排斥做一条汉子。谢谢各位。今天还有要说的吗？没有了。来，露露姐爱你，终于把你说出来了。谢谢你们俩。那个，我们先不评论吧，看看结果。反方多12票，所以李林在这一环节的 PK 当中胜出。一个笑蛋碰到一个泪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说一个主持节目要把那个点能拧过来，你碰到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往回怎么拧，你知道吗？我进到他们俩的那个故事里去，所以我现在往外拧有点特别不是人，你知道吗？啊，但是还好，咱们一块儿不是人吧，好吗？来，把他们2位都先放一放。来，我们进入第3对，第3对是谁啊？时间喵。特别感觉不像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有点问题，然后加上刚才有点动情，我真的平时不是一个人，我没有常人一般的比较友好的社交，我单身，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癖好，而是一个我觉得我在感情生活上我很难和人起共鸣，
所以我生活圈中我的朋友特别少，真的特别少啊！我很羡慕啊，天天可以找到这样的朋友啊！但是我毕竟是一个辩论出身的人，我希望回到这个题目我们想探讨的事情上来说理，是不是特别不是人？没有来，今天朋友叫你去做一件事儿，你该不该去？常人想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你朋友叫你拉着你要你陪他一起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拉着你一起去？很多时候，闺蜜想要拉着你陪她一起去撕小三，是因为她怒由心头起。我们一般上是恶由胆边生，但是没胆。她这时候要向朋友借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朋友，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是：到底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是不是该去？董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董静说这件事情闺蜜决定。老天爷，你闺蜜这时真陷入在那种情感波动当中，她能理智决定吗？甜甜姐说：你叫我水里水去，火里火去。老实说，我作为朋友，我真的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陪着你的闺蜜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由她牵头带着你去做的时候，你陪着她做的每一个动作，那一笔账到最后都要算在你闺蜜自己头上的。我永远记得康熙其中一集，小 S 的世纪大和解。小 S 在现场流着眼泪，很心痛的跟子娇说当年太冲动。我每次看这个画面，我重看了好几次小 S 的那个世纪大和解。为什么要看那么多次？我在摸索其中的感觉，那种感情。谁的感觉？我本身在爱情上是比较无感，所以你选那个当教材啊？我每一次看到小 S 到那个片段的时候，她在道歉，但是她是泣不成声的道歉。你知不知道她其中有多少的负疚感？当时年轻的时候对感情太重视，还有太冲动，然后讲的那番话，我觉得对他造成的伤害，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抱歉。如果今天小 S 有这一份负疚，他觉得对不起，然后在当年他愤怒的时候，身边那些帮着他一起动手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年你帮他动的那一次手去对付这个的情感上的仇人，他日后负疚的时候他就要多一分。小三身上多出来的一个指痕印，那一笔功劳簿上就得记在你的正房闺蜜的头上。你能赔吗？你该赔吗？你不该呀。董静说你拉得住，你真的拉得住吗？这一班人正在气上头，感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没看过那些视频是怎样？把小三剥得通一身金光，拍上视频。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小三后来不忿跳楼死掉。真的出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正房内疚，你怎样带他内疚？他做错一件事情，你怎样陪他偿？你是好朋友。他这时需要的是一把理智的声音。火车出轨，问题要么在火车头，要么在婚姻这个轨道，不在外面的风景。你因为说到朋友，我也不由自主想讲朋友。我很少朋友会把我当作是知心朋友，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有试过朋友叫我一起去死，真的有。我这个朋友在情感上正在气上头，他很疯狂，想去做一些很报复性的行为。我知道这样做对他不好，但是我知道我如果不动手，这个朋友会不谅解我。我朋友这么少我真的很怕会失去，你知道吗？但是我知道我如果真的动手的话，对这个朋友不好我觉得一个真朋友是什么？我不用在意未来你会不会很珍惜，我们未来老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坐在一起。
来谈什么你命中有我，我命中有你。对不起啊，朋友的首要之义就是你不要害他。我宁愿到时候你不谅解我，我宁愿到时候你不再把我当朋友。但是我总觉得我现在不能对你不义啊。对不起，我的朋友观也许太生硬，也许如你所说，我们这帮男人真的无情，臣妾做不到。好，这边。作为一个号称是非常耐撕的人，撕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如果一个朋友叫我说：“秋晨，你今天陪我去撕某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万万不会想到他是真的去找我打架。你想想我这个样子，我们是朋友，我们总该互相了解吧？他叫了我，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可是我嘴皮子厉害。他叫我去讲道理的嘛。如果他叫了董静的话，肯定是希望人生大事，希望这个记者帮我记录一下。所以。不是真的要打架，真要打架谁叫朋友啊？拿出你的 vivo 手机，点击滴滴打人呐！撕其实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对不对？你看外卖送错了，我说我跟着店家撕一撕；那个客户老是不给我打钱，我跟客户撕一撕。那我也整天在网上撕来撕去的，我们没有人是要打架，也没有朋友要这样子跪在我的面前来求我不要去撕，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其实是要撕清楚一件事儿，而不是撕烂某一个人。对。刚才许晴老师也说了，小三有好小三、坏小三，你不撕一撕，你怎么知道他是好小三、坏小三？在男人出轨的那一刻啊，他的信用值就已经被清零了。那个人是好是坏，包括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原谅，你的家庭还值不值得继续，你怎么能够只听这个男人的一面之词？说白了，小三其实也是啊。他是小三，他自己的未来也是不确定的，他也想知道我们以后可以走到哪里，你的正方会不会放弃你？所以说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狗血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大家去讲，就是因为小三和正方必有一撕。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尤其是外人会觉得撕来撕去很难看，撕也撕不清楚，你不如就算了吧，放下吧，哼。你说的轻松，你电话一放，你是放下了，可是你的朋友真的能够放下吗？你的朋友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抱着这样子必死的决心，甚至是有些时候抱着最坏的打算要去撕这个小三？因为他在脑海里面已经模拟过小三的细节1000万遍，因为他在脑海里面已经虚拟过这场对峙1000万遍。你以为他没有劝过他自己吗？他肯定劝过。你所有讲过的话，他在脑海里对自己讲了1000万遍。你所有说过的劝说的词，他比你讲的更好。可是为什么他今天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因为他迈不过那道坎。怎么样才能迈过去？陪他。朋友其实不是人生的导师，朋友就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陪伴自己走过一程的人，他肯定未必是一辈子。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陪他去面对他人生中必然要面对的这段惨痛的经历。而且临床心理学都已经讲了，怎么样让一个人从那种不断重复的噩梦中迈出来，让他袒露在一个他在脑海中1000万遍模拟过的糟糕的场景，去袒露面对一次，这是治愈的第一步啊！所以，我们撕小三不为报复，不为出气，甚至可以不为去搞清楚道理、搞清楚事实。我们为了治愈，也要陪朋友至少去撕一次。这看似是不够理性的选择，其实才是最理性的选择。而且，我们陪朋友去撕小三，其实我们不是针对小三，这个世界从来就对小三不太友好，我知道。可是你要想一想，制度有没有保障小三的基本权利不会受到侵害？法律有没有让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承担真的什么具体的法律责任？没有，甚至连舆论、连大众都有无数的人在为小三求情和说好话。为什么所有人遇到小三的问题都如此容易的歇斯底里？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嘛，我们不会把他怎样，不能把他怎样嘛。这个世界其实已经给了小三足够的宽容，可是我作为朋友，我希望允许我的朋友不宽容小三，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给了小三的爱一条生路了。我只希望你们
能够给我的朋友他的恨一条生路，让他有机会，能够夺回他自己被夺走的人生。谢谢。好。我觉得回到辩论的那个感觉，我只能说，就是前面那两位情感力量太大，把我们直接的在一个漩涡里面。好，你们两位开始。加油！是的。今天在你们的讨论范围里面，首先你们是绝对不谈纠众打小三，对吧？也不一定哦。也可以谈，对吧？看情况呗，因为好多时候我认为，要不要听我讲？我认为私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等一下，我确认了会有机会给你讲。好。第二个，纠众一起去过分啊，扒光他衣服啊，像视频中常见那种撕小三的桥段，也不在你们讨论范围里头，是吧？我要在，那我讨论给你听一下好不好？来，撕小三其实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我承认，有可能擦枪走火，说成为你那样的情况。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所有情绪下搅动下的活动都是可大可小的。朋友的作用是什么？朋友的作用就是让你尽可能的控制在小的范围之内。可是如果你不去的话，你连控制他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我不能阻止他去？你阻止不了啊！你真够意思的话，如你刚才所说的，你陪他呀。你真的这么够意思的话，我一天24小时就困住他，不行吗？可以。我想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你知道吗？这个辩题大部分是对女生而言的吧？女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心理，就是逆反，对不对？你跟她说我要去撕小三，我要去撕小三，结果这个朋友跟你讲，来，我跟你讲一下道理，电话一盖就去了。可是什么时候一个人愿意听进别人的意见，就是当他知道这个人跟我同仇敌忾，跟我一条战线，我做什么他也愿意做。我们的利益一体的时候，小姐，你的意见，小姐，等一下啊，可以被听到。什么叫做一条线？你这种所谓的一条线其实是挺虚伪的，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你说我不陪他去，我就会显得不一条心。现在你去到现场，他要打的时候啊，别，你过火。秋晨讲到最后，他的重心只是在于陪他。对啊，他重心是讲去，但是去了干嘛又没说。来听，所以今天说闺蜜找你去撕，你只论证去，你不谈去撕，她撕你反而要拦住她。因为辩题没有去撕，辩题只有我要去。那我问你，没讲我问你干嘛？那我问你。所以我们今天主张说拦住他不让他去，这个是我的架构了吧？是啊。好，那这个时候你要我谈的东西是，我必须是去了之后，然后撕，这个不是你所谈的，去了之后还包括说不撕也在你的范畴内，是不是？好像是。去了之后干嘛？我们不知道。我告诉你，请你不要这么虚伪，老实一点。你的骨子里头就是千万不要撕，不过你的立场说因为要去，所以你就告诉大家说啊，我们去，但是我们绝对不撕。去撕啊！这不是辩题要讨论的范围吗？文撕武撕都是撕嘛，对不对？我擅长文撕，我文撕，你擅长武撕。3，好，文撕可能变武撕，而且很可能，因为这是情感问题。第一，第二，事实上我相信情感类记者会知道，情感发作起来你绝对收不了手。谢谢。2、1，好。来，各位投票，3、2、1，哦，反方1票获胜。我觉得今天这个辩论啊，真的是起起伏伏啊，中间那2位人民艺术家啊，就是把那个我是真情实感，我可没演。我是用真情实感演的。这2位艺术家，然后最后又让这2个辩咖把整个这个气氛给调回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那个我们看看，现在进入团体大撕阶段，对吧？现在是谁先开始的？马薇婉来吧。哎呀，这事儿还真我有经历。我以前结过婚，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天呐，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前夫啪出轨了。然后这哥们儿，我最爽他的一点是，你丫出轨搞点高科技撒，你手机密码也不设，指纹还是咱俩的，连聊天记录你都不删，你对我太不尊重了吧？那发现了，特生气，你知道吗？说真的，文撕武撕我是都想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闺蜜，她从这个广州跑过来陪我，她有一天就揪我一起照镜子，说你丫现在都成什么样了？你看你蓬头垢发的，俩眼肿的，那脸肥的。他说
你是马薇薇啊，他们也配见你，他们也配跟你摆在同一个平台上，让一个傻老爷们儿进行选择。你知道选择题吗？我一下就想通了，我根本就没去见小三，文思武思你们是知道的，我都没去见。第二，我要撕男人，但是我朋友又劝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你在这件事上，如果你一旦撕了他，这意味着什么东西？意味着你离开他，你认为不是对他的伤害，你还得对他造成额外的伤害才是伤害。那意味着什么？你觉得你自己的离开这件事对他不重要，你把自己看轻了。所以我也没撕那男人，啪，离婚了。因为我觉得对于小三而言，你不配跟我说话。对于这个男人而言，我这辈子对你最大的报复就是我离开你了。所以我有一个闺蜜，如果遇到了小三儿要去撕他，我有一个建议，他们是谁不重要，你经历了这件事儿，你是谁才重要。文思武思，别去撕，对自己的未来要三思。对。好戏，好，作为一个闺蜜，我要起来说两句。前面都讲了很多该去撕小三的理由，对不对？我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论。今天大家作为新时代的新兴人类，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处事儿，那见面没什么关系，先打电话约对方，约到公开场合、公共场合，最好高档一点儿。首先防止暴力冲突，就算你俩打起来，我闺蜜拉不住，还有保安去拉你们两个，先把环境搞定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告诉闺蜜说，行了，场地搞定了，走吧，咱俩。我先上来看看这个女的，她是不是一个会讲理的主。如果她今天像晴姐说的一样，可能是个好小三儿，我会完之后我说，行，你上来聊聊没关系，反正问题最后是那个男人的问题，你们俩上来沟通沟通，说不定那个男人除了你俩之外还有别的女人呢，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我上来之后发现这女的真不讲道理，我说行吧，你包里揣点东西上来，揣什么？卸妆油啊，新时代的撕方式，绝杀武器卸妆油。她这个时候揣着包卸妆油就上来了，闺蜜你看看。就这德行都能抢你男人，你男人胃口多大多差呀！这么不讲道理，你还跟他扯，还拉着我出来见他，太不值了。他俩实在不行，想查架怎么办？我说打起来确实有点丑，可我作为朋友，丑我帮你兜着，裙子加到内裤里，我脱下外套给你围住，这是我能做的所有的事情。谢谢。是啊，我觉得对面最奇怪的是默认两个前提，第一是撕一定能赢，第二就算撕不赢，起码出了这口气，这片儿一定翻得过去。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万一你卸妆油泼到人脸上，发现人家还是比你美呢。第二个，这就是一个东北老娘们辩题。给你们俩啥叫文思啊？哪儿来的文思？一，你们闺蜜特别生气；第二，你们血气方刚，然后你们还来个文思，发朋友圈啊，骂小三一个横。其实就是视频里拍的那些，为什么大家爱看？因为这个能够共情。哼，我到时候要是抓到这种小三，我一定要也把他扔到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当街羞辱他，扒他的衣服，扔他的包，把他化妆品往大街上一撒，一辆金杯大卡车直接碾碎。这是所有我们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心里的一种幻想。但是我觉得终归来讲，你所谓的出不出气不一定，但它一定是一场闹剧。这种闹剧不一定会让你把这片翻过去，也许还会在脸上多几个抓痕。最关键的，我们希望作为朋友能给我的闺蜜带来什么？尊严、优雅、漂亮的走开，潇洒的离去，能在最不堪的情况之下给对方最宝贵的东西，这才是一个闺蜜应该做的。谢谢大家。好，谢谢。好，刚好现在是50，我们就回到两位导师身上。小松兄开始，康永哥反辩，小松兄结辩。这个，我突然发现咱们的奇葩这么全乎的各种各样的人，就这类没有真实的情感经历的人特别的少。实际上，董静算是，所以董静非常聪明的说，他决定了去，我不管，因为他得把这事儿必须先绕开。他清楚的知道，只要去了。不管怎么撕，都伤害我这姐们儿。你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
这是一生中最最低落的时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挫败感。治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时间。因为什么呢？从你老公跟小松不是。好，我不去。见面就是伤害，我不去。你的伴侣出轨那一刻，你已经失败了。你见了文思也好，武思也好，你是翻不了牌的。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你们老说友谊，你明知道他去不管怎么样都会增加他治愈的时间，而不是说一个嘴巴短1个月治愈，3大嘴巴短3月，不是一个嘴巴多半年，多想半年。他见到这个人，他就会多想1年。他不见到这个人，他可能半年能治愈。他只要见到这个人，他回家每天朝思夜想，那天为什么不踹他下边？为什么我当时就这么怂？为什么当时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血一热我就没反应过来，被他羞辱了？我为什么不这么说？我当时应该那样做。你知道这个在脑子里会放大，所以每多行动1点，哪怕多打1个电话，就多想3个月；每少行动1点，就早治愈1天。而那个小三，他不管怎么选择，他都赢了你。我不当小三了，行吗？或者我得到这男人，他输了什么？怎么都没事。而你呢，忍着小三的伤痛，继续跟他过，你也输了。你把当时婚姻彻底的放弃了，你也输了。你说你的朋友去干一件注定100%赢不了的事儿，要不要拦住他？这是第一啊。第二，如果真的有必要，我自己去。抽烟的我抽烟的去，跟丫聊我去跟他聊。我干嘛？我带着我姐们上门口说你站着，这什么？这一看就没谈过恋爱。说你给我门口站着，他不得从那缝里看吗？他就在门口这样闭着眼睛，就不看呀。不能让他去，我去，你不讲理我抽你，你讲理我回来跟姐妹说离婚，这是一好姑娘，你这斗不过她，这就是应该做的，是吧？什么叫真正的友情？说哥们儿走，砸店去，哗哗哗站起来抄家伙的，不是那最好的朋友。真正的好朋友是唯一的敢说你呀坐下，也只有他敢说这句话。对吧？什么叫友情啊？你们都装什么流氓假仗义，跟我瞎抄家伙？我今儿就一冲动而已，结果你们这一抄家，我还真得去了。我操！这不叫真朋友，真朋友就是唯一的那个说给我坐下，少废话，你给我坐下。那哥几个你们家都滚出去，少跟这儿抄家伙起哄，全出去。我把你摁这儿，告诉你这件事儿。不能那么干，这就是好朋友。我说完了。我喜欢奇葩说，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听到很多我人生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不知道的事情。当高晓松说了"我告诉你友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都会耳目一新，就是我会高兴。我喜欢别人告诉我，我不太确定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友情啊。你如果问我说，我有没有预想过有一天我的闺蜜当中会有1号像小 S 这样的人物？我没有想到过，我到现在都觉得奇特。我是边走边发现说啊，你是我闺蜜啊，然后我就知道说哦，那好吧，就这样吧。所以我的无知只能够告诉我，我活到哪一步，我就是靠着我自己的体验去体会这件事情，而且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陪着我们肉松队的这些辩友们来迎接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知道我连撕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我只听懂2个字，就是陪她。那你知道 S 为什么把我当成是闺蜜？因为她非常知道我是一个个性冷淡的人。S 每次在康熙里面都直接讲说，你这个人这么冷漠，谁敢惹你啊？就她敢。所以她每次惹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很绝望。我就想到全世界有一个人敢不接小 S 的电话，那就是我。我为什么不接？是因为我知道我接起来我的事情就完不了了。我一旦接起来，他说什么我都得做。
所以我是抱着恐惧不接，不是抱着马薇薇的傲慢不接的。我知道这个人吃定我，所以我也不会麻烦我自己去想说，哎，你要去啊，你不去啊，你别去吧，我替你去吧啊。就是高晓松这么有定见的人会这样做，可是我就是一个没定见的人。我作为闺蜜，我就是陪，因为她找我陪一定有原因，那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如此而已。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知道我对于闺蜜的事情无法置身事外。去见小三是命案现场，我得去探勘一下。如果我当时不在场，我事后提供的意见都不到位，所以最好是命案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探勘状况，然后知道凶手是谁，尸体长得怎么样，然后慢慢的引导他走出高晓松所说的这个伤害。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不去，他非需要我不可，那我就去。去了之后造成伤害也好，我拦不住也好，然后他没有面子也好，再处理。人生很狼狈，我们就陪着一起面对这个狼狈，这就是我的立场。人生很狼狈，人生已经狼狈到爱人都跟人出轨了，就不要再更狼狈一点了吧？咱人生不能破罐破摔吧？所以其实康永说的跟我说的也没区别，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么就不接电话，冷却你；你不接电话，他反而可能冷静。我觉得挺好，他就是在拦阻闺蜜而不去陪。要么他说的很对，我到命案现场去看看吧，看看那人什么样，回来我帮你解决问题。你刚才说回来再整理，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为什么你能整理？因为你见过，他没见过。你可以挑能帮他治愈的信息告诉他，比如说你告诉他这哥们儿举的长得根本就没法看，或者说这女的我告诉你有味儿，那个等等。哎，你要不然你怎么帮他治愈啊？怎么还碰到过有味儿？所以其实看我说的是跟我一个意思，拦住他，第一冷却他，第二第三实在不行我先去，也不能我陪着你去。你拉我说跟你一个意思，我与有荣焉，我就听着。可是我跟你不是一个意思。来，我们全场观众去想一想，闺蜜约你去撕小三儿，会不会去？5、4、3、2、1。关注朝阳公园东七门，独家花絮幕后新鲜八卦只在这里。下载有看有聊的爱奇艺 APP， 解放你的奇葩天性吧！登录手机百度搜索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洋洋洒洒任你喷。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讨论，选出你爱的辩手去大冒险。好，停在这儿，我们把广告说完。要是拿着一杯雅哈咖啡，能不能跟小三儿愉快的聊天呢？好像也很难。那你就快去，能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好像也不对。而且要带上抗饿大品牌土利多燕麦牛奶，这一聊，对，就得且聊呢。但万一小三有头皮屑呢？消灭它就用海飞丝。好，谢谢我们3位赞助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女神。现在这个窘境就在于你去还是不去。你的闺蜜，想象一下，我一个最好的闺蜜，之前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会看相，然后就给她先生看了相，看完了以后就给我电话说，我看到他有小三。我连想都没有想，我就跟闺蜜放下电话就说，他有小三。当然我就会骂他有小三，赶快跟他离婚，怎么能爱情就得1对1怎么样？就我很幼稚。今天我还清晰的看到我的女朋友的那个面孔，那个情态特别伤她，但是她处理的特别好，至今他们2个现在还非常非常相爱。她老公说了一句话，其实是对的，就是说，晴子为什么先跟你说，为什么不来找我？如果要是说你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我们2个还有2个孩子，我当时我在想，我是一个多大的恶人？我不知道我的这一句话给他有多少的刺痛，可能就是我不说就淡然解决了。所以当好闺蜜一定要远离算命。人家说后来她老公是承认了是真有呢，还是那算命的胡说八道呢？他当然，他也没
没有确定。但我的闺蜜就会说：“晴子，你还要让我一定要去跟他刨根问底，说你真的跟他睡觉啦？你真的跟他有感情，精神出轨还是什么肉体出轨？”他说：“我不要去刺痛了，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会一根一根的。”但是他的角度特别好，就是那是他俩的事儿，嗯，那是他们夫妻俩的事儿。好，谢谢。来，我们看一看结果，正方获得11票，正方胜出。发钱，1万，还有谁呀？建苗老师，1万，还有1万，是你的，在他那儿呢，他给我拿走了。好，然后最终胜方甜甜，太好了，伊利古利多燕麦牛奶提供的国际抗饿大基金。哎呦，太高兴了。好，请坐。反方3位，我们要由观众投票决定1位退为2排议员。当然，2位队长永远有机会把最遗憾的人捞回来。首先是王延云，支持王延云红键，踩王延云蓝键，请按键。看来燕云第1轮的发言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效果哈。好，请坐。李林，支持按红键，踩他按蓝键，按键。啊，哇！好，谢谢李林。哎，胡建彪老师，支持红键，请按键。好，停在这儿，谢谢。好，那么燕云。从下一场开始退为2排议员，谢谢燕云。所以其实现在肉松队有花溪和欧阳超，可能会被队长给特赦回来，而大锦队有孙颖玉、艾丽、罗淼和王嫣云4位当中有1位来小松选择，你可以现在选择把最可惜的那个救回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团结战斗的队伍里，不能光有会辩论的人，不能光有会表演的人，也需要有大哥哥一样的、政委一样的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人。所以我决定把艾丽复活。哇！哈勇哥在欧阳超和华西之间要不要使用这个复活权利？好，在这一轮我先把花溪救回来。哦，好，那花溪和艾丽重新回到1排战斗序列里面。整个这个话题，我最后想的就是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撕小三儿的话，去之前，请用时尚购物 APP 看看自己的服装搭配是不是最适合去撕小三儿，因为穿衣用有范儿，争取不那么二。谢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请让我说话。